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七家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《无法抗拒的爱》第11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帕克为了得到 Cam， 用了一招围魏救赵，他引开 Cam， 让阿芬趁机给 Mook 下药。等阿芬得到了 Mook， 那 Cam 自然就属于他了。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， Mook 好事的姐妹无意间干扰了他的计划。阿芬没有下药成功， Cam 则慢慢重新回到 Mook 身边。帕爸为此大发雷霆，准备让 Cam 放弃自己的公司，来到他的公司干活。回到本章， Cam 一把拉住 Mook 吻了上去，而这一幕也被阿芬看个正着。看着自己的女神和别人亲密，他直接离开了这里，还没走几步就撞到了帕克。帕克50步笑100步，称阿芬不仅得不到 Mook， 还要被他送去坐牢。他现在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必须解决掉 Mook。看着得意洋洋的帕克，阿芬实在忍不了，他掏出手机，原来他在刚刚就开启了录音键，将帕克威胁他的话都录了下来。之后他还将药瓶拿了出来，上面有着帕克的指纹，如果帕克敢报警抓他，那么他这次的计划也将全部暴露。 Cam 和 Mook 分开后仍然惦记着他，忍不住给他打去电话，问他在干什么。 Mook 当着姐妹们的面没好气地怼 Cam，之后 Cam 还主动要送吃的过来，被 Mook 义正言辞地拒绝了。 Cam 只好叮嘱他，如果阿芬送去东西， Mook 千万不要吃。挂断电话后，他又联系上小楚，两人寒暄几句后说起正事，今晚秘书会潜入到 T 哥的办公室寻找证据。 Cam 让小楚告诉秘书多加小心，毕竟像 T 哥这种恶棍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。而此时的秘书已经来到了 T 哥的办公室，他打开电脑寻找证据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几年前的文件。这时门外突然出现脚步声，他连忙站起身来，原来是 T 哥回来了，直接将秘书抓了个正着。气愤的他直接给了秘书一巴掌，秘书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对着 T 哥就是一脚，趁着 T 哥倒在地上的时候连忙逃跑。 T 哥自然不肯放过他，还让公司的保安抓住秘书，称秘书偷了他的东西，他有证据。保安碍于 T 哥的权势，只好将秘书抓了起来。 Cam 还是送了吃的给 Mook， 好事的姐妹问 Mook 是谁送的， Mook 假装不知道，其实已经看到了墙角处 Cam 的皮鞋。他应付完福恩，正提着饭准备去找 Cam 时，结果阿芬从旁边的房子走了出来。阿芬看着 Mook 手中的食物，误以为 Mook 是怕他在酒店的食物中下药。 Mook 为了气 Cam， 故意大声地表示很相信阿芬，阿芬这才放下心来。 Cam 则被气得不轻， Mook 可从来没有相信过他。之后他去找帕克，却扑了个空，帕克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这时他看到了桌上的纸条，上面写着对不起 Cam， 他以为帕克要自杀，连忙打开一旁的浴室，结果真的发现了不省人事的帕克。之后 Cam 将帕克安放到卧室中，莫娜也赶了过来。 Cam 让莫娜去报警，莫娜正准备离开时， Mook 提着吃的来还给 Cam。 他听到动静后赶来卧室， Cam 告诉他帕克不知道吃了什么药，所以昏迷了。没想到这时候帕克醒了，还阻止了想要报警的众人。他不想这件事传播出去，然后让帕爸的酒店名誉受损。这时莫娜主动出来背锅，他应该听医生的话，好好照顾帕克才对。 Cam 吃了一惊，原来帕克得了抑郁症，最近一直在吃药，当然这都是骗 Cam 和 Mook 的。莫娜接着演戏，称医生叮嘱过帕克的抑郁症很严重，一定要有人陪在他身边，言外之意就是让 Cam 多关心一下帕克。帕克也适时装作一副抑郁的模样，反其道而行之，让 Cam 去陪 Mook。Mook 见此浑身不自在，解释道自己和 Cam 没有关系。等 Mook 离开后， Cam 却没有跟着一起离开。Mook 回到房间后，姐妹们邀请他一起玩塔罗牌，心情糟糕的 Mook 并不想参加。好事的福恩猜到他去见 Cam， 只是没想到 Mook 因为帕克抑郁的事情心情很糟糕。Mook 让福恩不要再提 Cam 的事情，他想要和 Cam 划清界限，各过各的。福恩看 Mook 这样子，知道帕克又耍了什么诡计来欺骗 Mook。此时的帕克正和莫娜谈官相庆，两人略施小计，就将 Cam 和 Mook 耍得团团转。莫娜建议他，以后 Cam 一想要离开他，他就装自杀就好了。这时 Cam 在外面要进来，帕克赶紧继续装病。等姿势摆好后，莫娜放 Cam 进屋，帕克继续一副欲擒故纵的模样。Cam 为了照顾生病的他，保证不会离他而去。之后帕克借机大表演技，暗示他如果离开的话，他可能会想不开。Cam 只好同意下来。
第二天，福恩明白了默克为何闷闷不乐，他一眼就看出帕克是装的。他觉得默克不能就这样放弃报复帕克，但是默克则觉得不能再逼迫帕克，万一他有一个三长两短就不好了。这时小楚也来到了这里，姐妹自然是不欢迎他。默克看着打情骂俏的两人，只感觉自己像个电灯泡。Kim 从另一边走了过来，他有点事要和小楚说，原来他已经得知了秘书被抓的消息。小楚安慰他，他已经安排人去保释了。之后两人聊起帕克的事， Kim 虽然要陪在帕克身边，但一直放心不下默克，他担心阿芬会趁他不在的时候对默克下手。小楚安慰他，有默克的姐妹团在，默克肯定不会出现意外。之后 Kim 来找帕克，帕克虽然奸计得逞，但是他心里不太好受，因为他只是将 Kim 的人留在了他身边，并没有得到他的心，就连 Kim 为他喝的粥也不香了。Kim 见帕克情绪低落，告诉他同意去帕爸的公司工作，帕克这才开心起来。另一边，默克一行人正准备去逛街，阿芬主动提出他来带队。这时帕克挽着 Kim 的胳膊来到众人面前，他们要结束度假，准备回去工作。见阿芬还待在这里，担心默克的 Kim 没好气地呛阿芬，称他待在这里很多余。阿芬自然回怼了回去。默克缓解气氛，问起帕克的身体情况。姐妹们这才意识到，昨晚默克和帕克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帕克不想多聊，借着头疼的理由想要拉 Kim 离开。姐妹们看不惯假惺惺的帕克，起哄默克也头疼，让阿芬好好照顾一下。阿芬自然很乐意，带着众人前往市场逛街。Kim 看不下去，借口要带些海鲜，也想去一趟市场。帕克看透了他的小心思，又开始装起病来。不过他欲擒故纵地表示 Kim 要是实在想去也可以，酒店里有摩托车，他可以快去快回。 Kim 这才放心离去。莫娜不知道帕克在搞什么，帕克没理会他。画面来到市场这边，阿芬正带着姐妹们四处转悠。姐妹们故意给默克和阿芬创造独处空间。阿芬借机问起 Kim 的事情，默克口是心非地表示他很快就会将 Kim 忘掉。没想到话一出口，阿芬借此向他表白，默克惊呆了，但随之他果断拒绝阿芬。阿芬还想争取一下，默克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原来是 Kim 放心不下他，骑着摩托车给他打来了电话，还表示自己到市场来找他了。默克没好气的直接挂断电话。T 哥回到办公室没多久，就接到了默克的电话，默克要给他带些吃的过去。等挂断电话后， T 哥得意地看着电脑上的记录，原来他曾经贪了公司很多钱，但姐姐都帮他垫上了，还记录在了自己办公室的电脑上。现在姐姐死了，知道这件事的只有 T 哥自己，他直接将文件全部删除。另一边，默克正和阿芬一起逛街时，一个小偷突然抢走了默克的包。阿芬追上去打翻小偷，没想到这个小偷还有同伙，趁着阿芬和另外一人缠斗，小偷抄起棍子就打向了默克。不过 Kim 却及时赶到，挡下了攻击。帕克和莫娜此时正喝着饮料，莫娜很奇怪 Kim 怎么去了市场那么久还没回来，帕克却不意外，原来那两个小偷正是他安排的。 Kim 帮默克挡下攻击后，头上因此也开了花。阿芬让两人先赶紧去医院，很快众人赶到医院。 Kim 坚持称自己没事，只要赶快回去照顾帕克。在得知阿芬也没事的时候， Kim 不由自主吐槽了一句，姐妹们听不下去，嘲讽 Kim 流血也是白流。这时帕克闻讯赶到医院，假惺惺地问起是谁伤害了 Kim， 表演了一波贼喊抓贼。 Kim 让他不要担心自己。这时帕克接到了打手的电话，为了防止露馅，赶紧借口离开。默克也因为要去看望阿芬，带着姐妹们离开了 Kim 的病房。帕克对大呼小叫的打手很不满，威胁他下次千万不能失手。没想到小楚竟然就在他身后，他只好解释说是在教训店里的员工。小楚不露声色地表示他是来找 Kim 的。帕克带着小楚来到 Kim 的病房，却发现 Kim 并不在这里。姐妹们这时也来到了这里，看着水火不容的两方，小楚严肃起来，询问 Kim 到底去哪儿了。福恩这才说出，原来 Kim 和默克喝咖啡去了。帕克听此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离开了这里。而 Kim 此时正和默克打情骂俏，默克刚准备离开时， Kim 却突然身体不舒服，倒在了地上。本章完。在下一章中，默克找上小刀询问真相，等默克走后，小刀却发现枪不见了。而帕克又准备了新的计划，他到底要对 Kim 和默克做什么呢？而那把枪又去哪里了呢？我们下章再揭晓。如果喜欢七家，那就请多多点赞和留言，并且关注七家的频道。
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